中国经济天又塌了。2025年10月20日，国家统计局丢出一组令人毛骨悚然的数据：今年1至9月，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0.5%， 创下5年来新低。这个数字听上去只是0点几的波动，但它背后是整个经济信心的崩塌。因为上一次投资增速转负还是在2020年，全国封城、工厂停摆、街头空无一人的那一年。可如今没有疫情，却比疫情还冷。民间投资下降 3.1%， 外商企业投资暴跌 12.6%， 第三产业下降 4.3%， 东部沿海下降 4.5%， 东北更是惨烈，下降 8.4%。这些数字的组合不只是疲软，而是彻底的断血。投资是经济的心跳，现在心跳停了，意味着企业主在观望，资本在逃离，工厂在关停。宝银资产管理首席经济学家张志伟在报告里说的直白，固定资产投资下降令人担忧，第四季度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。其实这话太温和了，更贴切的描述是经济已经进入自由落体阶段。真正拖垮投资的是房地产。中国房地产投资已经连续36个月下降，1至9月同比下降 13.9%。这不是行业调整，这是结构性坍塌。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庞明指出，房地产投资疲软的持续时间可能比预期更长，这可能代表着一场结构性调整，投资可能永远不会恢复到之前的水平。永远这个词在经济学家的口中极少出现，但如今他们不得不用它，因为这是一个不再有信心恢复的国家。从开发商到买房者，从地方政府到银行系统，没有人还敢加杠杆，没有人愿意再赌一把。外商投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12.6%， 创历史新低。而这并非一时之事。自2024年2月以来，外商投资增速连续8个月下降，从-10%一路跌到-15.4%，堪称断崖式撤退。康奈尔大学教授埃斯瓦尔·普拉萨德 Ashwar Prasad 直言，私营部门的投资疲软，反映出人们对经济增长前景以及政府政策缺乏信心。外资离开的理由很简单，政策风险太高，市场消费力下滑，企业利润被税负和监管压榨。而最关键的是，出口的不确定性让他们不敢赌未来。当年他们来是因为这里的红利，如今他们走是因为这里的红线。国家统计局仍在报喜说，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6.3%， 制造业投资增长 4%。但仔细看结构，电力、热力、燃气等公用事业增长 15.3%， 而真正能创造就业、带动消费的制造业投资增速正在持续放缓。这种增长其实是国家投资替代民间投资，地方政府在拼命上项目，盖厂房、修电网、建管道，试图用表面繁荣掩盖真实衰退。但这种模式早已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过，中国经济正徘徊在债务通缩的边缘。2008年那场4万亿投资留下了无尽的债务和产能，而现在这些债务正在反噬经济，房地产仍是支柱，电动车等新兴产业的过度投资已经适得其反。是的，今天的中国经济陷入了一个死亡循环，投资越多，产能越过剩，产能越过剩，价格越下跌，价格越下跌，利润越稀薄，利润越薄，企业越不敢投资。结果，所有人都在拼命卷价格、卷产能、卷补贴，但没有一个能卷出未来。9月份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 3.0%， 比8月的 3.4% 还低。表面看似增长，实则疲软。
家电销售额仅增长 3.3%， 而今年前3季度增高达 25.3%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消费补贴的兴奋剂药效过了，老百姓的钱包空了，信贷额度也用光了。没有收入的增长，就没有消费的动力，没有消费就没有投资的理由。于是，中国经济就像一台没油的发动机，轰隆2声后彻底熄火。分地区看，东部投资下降 4.5%， 东北下降 8.4%， 只有中西部勉强增长 1.5%。东部原本是外贸、制造、金融的引擎，如今反而成为拖累。而东北的数字不只是经济问题，而是社会危机的前兆。投资在萎缩，工厂在关门，青年在失业。未来的东北可能会成为中国经济低温麻痹的警示样本。固定资产投资下滑，不只是企业不愿扩张，更意味着整个金融系统的供血管道被切断。要知道，中国的信贷体系是围绕投资建立的。企业要贷款盖厂房，政府要融资建基建，银行靠利息活命。现在投资断了，银行的钱借不出去，于是资产端停滞，负债端存款利息还得继续付。结果是什么？银行利润暴跌，风险暴露。据银保监会最新数据显示，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升至 2.1%， 创7年来新高。地方中小银行情况更惨，有的地区实际坏账率超过 6%。如果固定资产投资继续下滑，银行坏账将暴雷，接下来就是信贷收紧，企业资金链断裂，倒闭潮蔓延。这不是可能，而是必然。过去中国经济的命脉是房地产，房子不仅是投资，更是地方财政、银行抵押、家庭资产的3重支撑。如今这条命脉正在被割断。截至9月，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 13.9%， 新开工面积下降 24%， 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 17%。房地产企业的负债率普遍超过 80%， 融资渠道几乎枯竭。恒大、碧桂园的倒塌只是开始，在官方的风险化解话术背后，是无数烂尾项目、空置楼盘、被套牢的购房者。更可怕的是，房价不再涨。从2021年到2025年，中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指数累计下跌 12.7%， 这是过去20年从未发生过的。一旦房价持续下跌，家庭资产缩水，消费欲望坍塌，投资信心自然消失。投资崩盘不是孤立事件，而是房地产塌陷的延续。过去10年，中国地方财政靠土地财政续命，但现在土地拍卖流拍率高达 68%， 比2022年高出近20个百分点。没有土地出让收入，地方财政立刻断粮。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，2025年前3季度，全国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下降 12.4%， 一些地级市甚至出现工资发不出的情况。为了维持财政运行，各地政府疯狂发债。仅2025年前9个月，地方专项债发行规模高达 4.8 万亿元，但仍无法填上缺口。这意味着投资放缓的同时，债务却在激增。这场借新还旧的财政幻觉迟早要破。如果说过去几年中国还能靠出口续命，那么现在连这条路也被堵死。美国总统川普已宣布，如果美中无法达成协议，将在11月1日对中国商品再加征 100% 的额外关税。这意味着对华关税可能升至 155%。这不是单纯的贸易壁垒，而是战略围堵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，2026年全球贸易增长率将降至 1.2%， 创金融危机以来最低。而中国出口增速将从今年的 5.1% 跌至明年的 2.3%。
出口下滑、外资撤离、投资萎缩三重打击同时落地。对中国经济来说，这是一场系统性坍塌。固定资产投资下滑，意味着产能扩张停止，需求萎缩。消费者不花钱，企业不扩产，政府不敢再刺激，于是通缩开始蔓延。2025年9月，中国 CPI 同比仅增长 0.1%，PPI 连续下跌19个月。物价下跌看似好事，其实是需求消失的信号。一旦形成通缩预期，所有人都会推迟消费，削减支出，经济将被彻底冻住。这是日本式的失落循环，但中国的问题更复杂，因为中国背负的是全球最大的债务总额，超过 GDP 的300%。在通缩环境下，债务的实际负担会越来越重，这意味着每一分钱的债务都会成为一颗慢慢引爆的炸弹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早就发出警告，中国经济前景依然疲软，房地产投资持续萎缩，而经济正徘徊在债务通缩周期的边缘。所谓债务通缩陷阱，是经济学中最恐怖的循环。投资下滑，收入减少，消费疲软，价格下跌，企业破产，债务违约，银行收紧信贷，投资进一步下滑。这场循环没有出口，你就哪一环都会反噬你。就像一个溺水者拼命踩水，但每一次挣扎都让他离水底更近。投资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引擎，更是未来信心的象征。当民间投资、外资投资、政府投资同时停摆，就意味着中国的未来没人再愿意压住。数据显示，今年以来，中国民营企业开工率下降至近10年最低，仅 47%。工厂机器停转，写字楼空置，大学毕业生滞留家中。那些年人们常说，只要有投资，中国就不会垮。如今，他们终于明白，连投资都撑不下去了。固定资产投资下降 0.5%， 看似只是数据的波动，但它背后是整个社会信心的溃散。房地产投资连跌3年，外资大规模撤离，消费低迷，出口受阻，地方债务爆棚。这些线条在同一个时刻交汇，勾勒出一个事实：中国经济的心跳正在消失。